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新的统帅消息终于来了，第7代的工兵统帅。那这份资料呢，我已经发给 Cview 了，他可能迟点再做视频了，反正我这边先出。因为我发给他的时候没有回复，他应该还在睡觉。所以你们想要看专业解析，可以去看 Cview 的频道，我这里就稍微翻译给你们知道。那第7代工兵除了诸葛亮之外，另外一个统帅叫狄多，消息来源是韩国官方频道放出来的，所以那个并不是什么释迦摩尼，很多人看到他额都以为是释迦摩尼来的。首先第一个技能圆形 AOE 最多5个目标，造成直接伤害，伤害系数未知，随着目标增多减少 15%。此外，在接下来的未知多少秒，被击中的部队受到的所有伤害减少不知道多少%。各位，难道春天真要来了吗？除了李成桂之外，工兵终于有另外一个圆形 AOE， 而且是5个目标啦，爽啊！第二技能所率领的工兵单位生命值增加不知道多少%，工兵伤害提升不知道多少%。在野外被控制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对该控制免疫，每次免疫掉控制效果时，都会释放效果单位，造成一次固定伤害，伤害系数未知，每隔不知道多少秒一次，不过通常是5秒或者是8秒，甚至是3秒，这个就看官方怎样去设置了。第三技能所率领部队全为工兵单位，技能伤害会提升，并且每次普通攻击都有概率使你的工兵部队在接下来的不知道多少秒内造成伤害，这个效果每多少秒触发一次，还是一样是输出的技能。第四技能释放主动技能时，你控制的部队没有弩弩效果，这个弩弩效果是什么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像那个萨尔贡那样有的大地效果，这样就是他们专属技能的名称，会立刻获得弩弩效果所造成的伤害提升增加不知道多少%，持续几秒。如果对方是工兵部队并且有弩弩效果，那么主动技能释放将消耗弩弩的效果。那你们可以理解为呢，这个东西呢是很像萨尔贡的技能大地效果这样，它会额外再放多一次伤害。这个所释放出去的伤害是圆形 AOE， 最多3个目标获得固定的伤害，伤害系数未知，这个伤害不会根据技能伤害增加 buff 而增加，也就是说之后官方他们公布多少伤害系数就是那个系数了，不会再改变，不管你怎样刷 buff 都是刷不上去的伤害。官方最近很喜欢搞这种技能啊，不过这个技能啊比起大地效果其实好很多，大地效果还要叠层，这个不需要叠层，只要对方拥有这个控制效果呢，你放出去那个伤害就是固定了，除非是这里翻译错误，这样子比起来的话确实步兵很惨。觉醒技能，当进入战斗的时候，自己的部队将会立即获得持续不知道多少秒的木虎效果，使所有伤害增加不知道多少%。每当你使用了信雅之火和冲木虎，这个翻译应该是怪怪的，造成的技能伤害时，也就是主动技能跟第4技能刚刚我有提到的圆形 AOE， 瞬间获得怒气，它这个没有持续哦，它不像那种什么威廉贞德这样子，它跟你讲恢复多少的怒气持续多少秒，它是立刻马上恢复的。这里技能看下来呢，确实诸葛亮是很强，但是我看到这里全部都是伤害，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搭配一个比较硬的统帅。在前面有提到他的技能确实是有增加生命值，但是不知道多少点，就看官方怎样去安排。如果他的技能全部数值都好的话，有包括圆形 AOE 啊，还有刚刚的怒气恢复，还有在对方增加弩弩效果之后打出去的固定伤害到底有多少。希望官方不要让我失望啦，毕竟这个还是中国统帅，你们没有理由把中国统帅搞得这么糟糕的吧。讲完诸葛亮之后，我们看另外一个统帅狄多，对目标单位造成一次固定伤害，伤害系数未知。目标单位为集结单位时，对圆形区域最多5个敌方目标降低伤害不知道多少%，持续不知道多少秒。OK， 各位不用猜了，就如我所猜的一样，他是驻防统帅耶。所以这个技能是有直接伤害，还有包括降低对方的伤害，所以那个圆形范围不算是输出，只是 debuff 而已。第2技能，所率领部队为工兵单位时，防御力提升，并且所率领工兵部队对步兵伤害提升。如果对方也是工兵部队的话，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不知道多少%。所以他这个技能还好，没有针对到骑兵啊，有些是反而你克制他的兵种，他帮你增加，就像女骑兵那样。所以这个技能是有固定数值提升防御力了，打步兵会稍微比较痛。第3技能，增加所率领部队工兵单位的攻击力，驻防据点与自己的城市时，普通攻击时有概率在接下来的未知多少秒内，阻止目标单位在夹击状态下获得 buff 效果，该效果每几秒获得一次，就是说如果那个队伍是在被围殴的情况下，他是完全不能刷 buff 的。当然这个技能是有概率性的，而且是要等到这个统帅他是普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效果，这里要看他的概率有多少，还有最多多少秒可以触发多一次。没有意外的话，通常是8秒左右。第4技能，驻防据点与城市时，
所率领部队生命值提升不知道多少%，受到技能伤害时伤害降低不知道多少%，此效果每几秒最多触发一次。觉醒技能增加不知道多少%的工兵单位攻击力。驻防据点与城市时，所率领部队进行普通攻击时，有不知道多少概率在目标接下来的不知道多少秒内降低防御力。细数未知，目标将无法享受受到加击伤害增益效果，此效果最多不知道多少秒一次。这个就是进阶版的技能。那这个技能刚刚我们看是第3技能来的，所以这个女工兵驻防呢，它只有4个技能而已。觉醒技能是加强版，不过也由于官方没有放数值，所以我也不知道觉醒技能到底增加多少。那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工兵驻防呢，它大部分的增益都是在防御生命比较多。目前拥有的女工兵驻防就是阿曼尼跟阿尔特米，或者它可以搭配领袖统帅也说不定。那专业的统帅解析呢，你们就等 CV 那边出影片吧，我这边就大概讲一下统帅的设计这个是我的专长啦。那么这一次统帅设计呢，其实比起前几版已经算是设计到很正常了，尤其是诸葛亮算是好看啦，是往他们的画风去发展的话。不过我看到有一些玩家反馈讲他的腰太细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设计出来就是这样子，比较接近迪士尼画风，并且如我所说的那样，诸葛亮他是可以通过转盘获得的。通常驻防或者是集结统帅呢，都是在 MGE 里面，就是说迪多他是在 MGE 里面的，所以诸葛亮呢，一般玩家也可以去抽。我相信有很多华人玩家都想要去抽啊，包括他还有 AOE， 并且是圆形的。那我之前有看过传闻说新的诸葛亮会超越李成桂，这样子看来呢，是确实超越李成桂了。但是我觉得李成桂应该不会这么早下台，因为李成桂他除了可以搭配工兵之外，他也可以搭配其他的统帅。刚刚有说到诸葛亮他有一些技能是要全工兵的状态下才可以使用的，李成桂并没有这样子的限制，并且开了博物馆之后的李成桂呢，也不算是太差。只能说现在你们拥有其他的工兵统帅的话，或许可以自己搭配一下。那你们现在是用这布迪卡李成桂嘛，又或者你可以去练一下阿尔特米搭配诸葛亮。诸葛亮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他防御不够多，他不够硬。阿尔特米是全部工兵统帅里面最硬的，并且他又有 AOE 你们最喜欢的，所以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用诸葛亮搭配阿尔特米。至于要作为主将还是副将啊，这个就要看他们天赋，目前官方还没有泄露他们的天赋出来。毕竟看到诸葛亮这样子的技能，我相信之后比较多玩家会针对诸葛亮，就好像当初的尼布甲尼撒那样。所以我是心想，如果可以的话，他的天赋可能不太好，或许可以藏在阿尔特米后面，毕竟他的主动技能也没有说作为副将的时候会降低一半。以上就是统帅的技能了，实际效果我们还是要等到官方正式推出之后才知道。我相信之后官方出影片介绍呢，应该也是没有数值的，要等到它真的上线之后才会看到。那么各位工兵玩家，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工兵的春天终于到了吗？当然的，等之后统帅出现之后，我会马上觉醒，并且测试给你们看。会韩文的观众可以纠正我的翻译有没有错误。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